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五转斗士的每一个技能。由于五转没有新的流派，我就不做流派演示了。这期影片主要是分析技能强度，减去大家自己测技能的时间。那我们就按顺序一个一个开始。暗夜宙时这个技能属于偏向辅助性质的伤害类战技，伤害整体来看是偏低的。好处是所有职业的战绩伤害在打携带了血缘的目标时都能获得回血。那么在没有贤者的队伍当中，能给术士这类职业一点点回复。3%的数值是已经被削弱过的，不过对于拥有大范围输出能力的这术士来说还是有点用的。只不过就80%的基准概率来说，基本上不是为噩梦以及炼狱难度设计的。对于斗士自己来说，无论是狂刃汲取、悲鸣之刃，还是噬魂贯穿，都是更加优秀的回血替代品，而且只有战绩伤害才能触发回复。介于 PVP 自带回复削弱，这个战绩基本上可以告别 PVP 了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技能拉完了，5分里面我会给1分。扬烟风暴是一个比较优秀的通用战技，无论是联机斗和法斗都可以使用。无论是清理小怪还是首领，技能倍率都挺优秀，完全可以替代旋风斩。扬烟风暴的不朽总倍率大概为226%，介于这个战绩是火元素伤害，可以吃火元素亲和，也就意味着对大部分玩家来说，这个技能的伤害倍率会再提升大约30%到40%之间，也就是300%左右。主火元素的斗士可以尝试用扬言风暴替代恐惧暗影和剑锋乱舞，不过单体输出上面仍然低于瞬炎突袭。由于陆服有意调整为初始零冷却，所以总的来说，目前这个版本的扬言风暴我会给4分，如果能够加强，我会给大约4.5分。破碎连舞的技能倍率很优秀，不朽的破碎连舞在无冷却的情况下可以拥有大约195%的倍率，属实难得。虽然基准概率只有60%，但是介于是每回合3次攻击，基本上每2个回合都必定可以触发1次，同时还能有点大体积，可以完美和日食连斩进行搭配。介于这个战绩本身的优秀倍率，让它成为了圣兽、混沌以及竞技场的常客，也让大批法斗携带裁决去在圣兽和混沌尝试打出更高的输出。破碎连舞不仅能打较高的伤害，还能解决宇之国斗士容易被格挡的问题。总的来说，我会给4.5分，属于仅次于强袭破甲以及流刃火舞的技能。绝影终结拥有2回合的冷却，这就意味着基本上和竹林仙君挂钩。虽然伤害倍率让人眼前一亮，但是换算下来，一个不朽的绝影终结倍率也就只有158%左右的数值。这个战绩属于典型的收割类技能，但是由于灵魂剑色是个更优选的替代品，所以基本上没有氪老会带这个技能进行刷图。绝影终结这个战绩还有一些不是那么让人满意的点，比如必须用它击杀目标之后才能刷新。这就意味着，尽管它能够很有效地触发火焰随身，但是一旦敌人被火焰随身击杀，就不会刷新冷却。同时，这个战绩的搜索范围有点问题，不会因为玩家拥有更多行动力获得更大的检索范围。也就是说，哪怕你还剩下1个行动力，只要敌人在技能攻击范围以外，就没法触发。所以从机制上来说，和灵魂剑色也是冲突的。介于这个战绩的释放时间刚好是幻兽实体化的时间，有时候可以在竞技场中使用绝影终结进行多段打击，对贤者的召唤流也有一个比较出色的克制。通常这个技能需要搭配多个群伤战绩，才能有效的触发刷新机制，并且在羁绊冒险时会有比较好的实战效果。因为基本上能让斗士打6回合的地方不多，所以基本上只要不能释放2次以上的情况下，都是亏损的。总的来说，我会给打2分，能用，但是又没什么用。
崛起战无论是在伤害倍率还是固定数值上都属于优秀的。根据玩家技能阶级以及自身属性，这个战绩在打单体伤害的时候是和破碎连舞不相上下的，需要玩家自己测试。80%的基准概率加上1回合的冷却，注定了这个战绩在 PVE 中只能用来打伤害，而不是进行属性削弱。但是配合破碎连舞，在竞技场中可以有效的克制骑士这个职业，即使在面对术士贤者这类职业，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。相对于法斗，这个战绩更加适配连击斗，配合熊猫，可以在快节奏的情况下对首领有更好的压制力。虽然概率不高，但已经可以完全替代灭却了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技能我给4分。寒风之歌看技能介绍，看伤害倍率，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这让我想到了战士的坠风冲击，虽然是零冷却，并且有更大的攻击范围，但还是很难相信这个战绩的伤害倍率要低于追风冲击，属于很明显的辅助战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技能既不能增加自身队伍的伤害，也不能让敌人受到更多伤害，而一个辅助技能又违背了斗士这个职业的核心设计。圣兽混动用不上，挑战赛不仅低概率触发，还没伤害，而且作为一个风系技能，还吃不到比较受宠的火暗清河。虽然策划没打算加强这个技能，但是如果这个技能有更高的减速概率或者伤害倍率，这将会是一个挺有用的挑战赛技能。不过就我对这个技能的目前评价，我会给1.5分。很好，现在战绩讲完了，接下来就是6个秘法了。极影顺步这个秘法很有意思，因为单看这个秘法完全没有任何作用，必须和2转的塑形风舞进行搭配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。这个组合能让玩家与同速度的敌人较量时，能够在第3回合稳定多出手1次。不过缺点就是，当敌人速度比你高的时候，就会变成第4回合多出手1次。这个秘法在普遍属性比玩家高的怪物上面用处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毕竟不像塑形风舞那样可以全程触发，只要玩家的血量高于1半，那么这个秘法的作用就会极大幅度的减少。如果有携带噬魂贯穿的话，可以考虑和燃魂守护进行搭配，不过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同战 PK 秘法。然后减伤的话，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好了。虽然神话品质的伤害减免可以最高到18%，但是实际上当你使用了其他伤害减免类秘法的时候，极影顺步的百分比减伤则不会生效。因为当玩家拥有了多个伤害减免秘法时，系统会优先选择减伤最高的那个百分比秘法，再加上所有伤害减免秘法后面的固定减伤数值。而对于没有骑士那样可以通过格挡先提前进行大量减伤的斗士来说，这个固定减伤即使可以叠加，但是优先程度依然低于携带其他秘法，毕竟只有4个秘法空间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技能我会给3.5分。虽然使用条件比较苛刻，但是在同战中当打除了者的其他职业效果明显。毕竟在平均不到4回合的战斗中，能够多出手1次，即使要再牺牲一个战绩栏去携带塑形风舞，也依然能打出不错的效果。红莲战役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秘法，不朽阶级仅20%的攻击加成，不能像骑士的战阵一样为全员提供增益，还要释放6次战绩的同时，却只能维持任何回合。同样为长时间战斗的极速对决，虽然要释放12次战绩才可以叠满，但是不朽阶级的极速对决拥有的伤害提升高达30%，远远大于红莲战役那可怜的20%加成。而且12次战绩释放对于斗士来说，也就是3个回合的事情，只比红莲战役要多1回合而已。这个秘法没有什么可讨论的，甚至为了让玩家无法持续获得这个红莲效果，还特地加上红莲战役期间不会再叠加战役层数的补充，可谓是死忠实，甚至不如术士的拔拔雷。
这里我给0颗星。风系领主和斗士4转的战刃飞翔高度绑定，基本上使用它就等于少了2个秘法空间。我这里刚刚好有一个不朽的战刃飞翔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强度。叠满的情况下，伤害倍率大概400%左右。带上不朽阶级的风系领主以后，大概每回合凝聚6颗风球，也就是384%的伤害倍率，并且叠满可以造成64%的伤害倍率。不过通常不太可能就是了。虽然伤害倍率真的很高，高到可以作为一个组合来使用，但是介于需要2个秘法才能发挥其全部实力，需要搭配尽可能多的无冷却战绩。总体来看还是差点意思。我测下来战刃飞翔，再加上风系领主的总伤害在500万的情况下，而裁决却已经拥有400万的伤害，而法斗专用的强袭破甲在裁决技能搭配下经过计算，也能提供大约270万左右的增伤。那回头再来看风系领主这个秘法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。不过策划准备将战刃飞翔改成和裁决一样，每次造成战绩伤害就能凝聚风球的触发机制。基本上一个破碎连舞加一个流刃火舞就可以有比较稳定的供应。到时候配合新版的扬言风暴和日食连斩，应该是可以稳定每回合凝聚10颗风球的，粗算伤害可以增加40%左右。虽然作为组合的风险依旧比较大，但是风亲和比较高的玩家可以尝试在换手以及混沌中使用，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而且风球还能存，通常不太出现伤害溢出的情况。4格的搜索范围也可以对远处怪物造成伤害。目前这个版本的风系领主我会打1.5分，如果是新版的话我会打3分。绝风建议属于单体版的烈焰气势，虽然对群不如烈焰气势，并且不吃常规斗士会选择的火暗亲和，但是不朽的40%攻击倍率依然让人满意。同样是10次伤害，不仅要比裁决多50%的伤害倍率，还能吃风亲和。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需要暴击才能触发，对于暴击率以及精准不够的斗士来说，或许是一个烦恼，比较依赖晨曦天使。在敌人格挡比较高的战斗中，可以考虑撤下来使用更加稳定的裁决，这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组合技能，通常单体会和裁决一起使用，群伤则是将裁决换成烈焰气势，可以考虑3个一起带。不过需要注意技能搭配，打副本的斗士可以考虑最后一个秘法带狂刃汲取，或者暴击精通加4魂贯穿的组合，或者是洞察心眼以及不屈意志，取决于自身阵容是否有骑士或者贤者，以及自身暗亲和以及其他属性。毕竟少了强袭破甲的4魂贯穿会少很多治疗量，那么格挡率比较高的斗士则可以考虑狂刃汲取。总之看自己喜好。评分我会给5分，尽管法斗用不上，但是对于联机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是可以和裁决一样梭哈的组合技能。傲视强敌的技能机制极其简单粗暴，提供的伤害提升也很可观。不朽可以提供高达40%的增伤，可谓是大佬开车以及混沌奥芬的不二之选。除此之外，不建议使用。不是组合，也不是复合，和灵魂建设一样，属于特殊战斗使用的秘法。在这里我给4分，虽然大多数时候用不上，但是到了特定战斗，目前没有任何技能可以替代这个秘法。最后一个是烈火之种，一个图标很帅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用的秘法，属于低配版的火焰随身。虽然伤害是比火焰随身高挺多的，但是由于极其差劲的技能机制，导致我不会推荐任何玩家选择这个秘法。烈火之种不仅无法像火焰随身那样为队友提供更多出伤的机会，而且相较于火焰随身的靠近就有伤害，烈火之种则是必须自己移动才能造成伤害。这就意味着这个秘法触发频率低的可怜。
火焰随身理论上不仅拥有全游戏最远的攻击距离，对于那些在3个队友身边反复移动摩擦的怪物也是出奇的好用。烈火之宗3个字拉完了，必须0分。最后做一个总结吧，总的来说，斗士五转的技能的确没有太多令人惊艳的点。很多玩家说五转斗士拉完了，我倒觉得还能接受，因为光强袭破甲这一个秘法就可以支撑整个斗士职业的强度了。法斗适合对战高甲，连击斗则在低甲上有更大的优势。那么大家对五转斗士是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最后想要为自己的 Discord 打一个小小的广告，也希望喜欢我的影片的伙伴可以进来一起讨论更多攻略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。